2025年4月初，华盛顿白宫玫瑰园春风拂面，但气氛却剑拔弩张。美国总统特朗普站在讲台前，挥舞着手臂，仿佛一位拳击手正准备给全球贸易重重一击。他高声宣布，今天是美国经济的解放日。随即，他抛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关税新政。在场记者面面相觑，全球贸易伙伴的电话线瞬时被打爆，因为这意味着关税铁拳即将砸向世界各国。这一次，特朗普是要兑现他竞选时的豪言，让所有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付出代价。他宣布，美国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同时针对若干占美国便宜的国家额外加码，对中国商品加征 34% 关税，对欧盟加征 20%， 对日本 24%， 对韩国 25%， 对台湾地区 32%， 几乎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能幸免于这场关税风暴。特朗普甚至将4月2日定名为解放日，宣称美国终于要摆脱亏本买卖的枷锁，重获经济自主。在他的叙述中，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被各国占便宜，巨额贸易逆差仿佛一座沉重的山压在美国人民身上。他振臂高呼，我们不会再让别国赚钱，让美国人民吃亏，现在该是公平贸易的时代了。特朗普口中的公平听起来更像是单方面的报复，你对我出口多少，我就征你多少税。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战以玫瑰园为起点拉开了序幕。这波关税大招可不只是喊喊口号，特朗普政府立刻付诸行动，招招狠辣，令人目不暇接。首先，他动用总统权力宣布国家进入贸易紧急状态，绕过国会直接授权征税，这意味着他可以挥舞关税大棒而无需国会点头，让许多议员直呼措手不及。紧接着，一系列行政命令疾风骤雨般推出，邻居也不放过。早在1月底，特朗普就对美国的两大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来了个下马威。他指责这两个国家纵容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宣布对他们大部分输美商品征收 25% 关税，这相当于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翻脸不认人，把原本的零关税优惠撕了个粉碎。加拿大和墨西哥大为震惊，不是说好的北美兄弟情谊吗？钢铝首当其冲。2月中旬，特朗普签署命令，恢复并强化了他第一任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政策，而且取消了之前许多对盟友的豁免。钢铁必须在北美熔炼浇铸，铝必须在北美冶炼铸造，否则一律挨税。就连曾在第一任期被豁免的澳大利亚，这次也险些难逃一劫。据说因为美国对澳还保持贸易顺差，特朗普才勉强考虑继续豁免澳洲的钢铝。他自诩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要保护美国金属产业不受外国劣质产能侵蚀。关税核弹，对等关税政策，真正引爆全球市场的是4月初推出的对等关税大招。所谓对等，按照白宫的解释，就是你对美国有多大贸易顺差，美国就对你加征相应幅度的关税。他们甚至搬出一套数学公式，用2024年美国对某国的贸易逆差除以美国当年自该国进口额，再乘以 50%。 比如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算出来高达 67%， 减半后取个整数，于是对白宫而言 34% 就是公平的关税税率。这套看似精密的计算被经济学家批评为缺乏经济逻辑，完全不考虑各国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就像嫌对手块头大，干脆砍掉对手一条腿那么粗暴。然而特朗普团队却对此深信不疑，坚称这样才能迫使别国痛改前非，点名批评。在宣布对等关税时，特朗普点了几个坏榜样的名字，比如中国首当其冲，其商品关税一下从之前平均不到 10% 飙升到有效税率 54%， 叠加之前贸易战遗留的关税总效果，欧盟因为对美顺差和关税壁垒也不小，被加征到 20%。日本和韩国也分别中招 24% 和 25%， 就连台湾地区、泰国、印度等，由于对美顺差较大或关税偏高而榜上有名，税率在 30% 到 40% 不等。这几乎像是一份特朗普眼中的占便宜国家清单。他还不忘补充一句，任何国家最低也得缴 10% 的入门关税，
哪怕是美国的老朋友，也别想空手套白狼。特朗普的助手们把这天包装成一个庆典，宣称美国终于站起来反击全球不公平贸易，工人和工厂将迎来新生。一张美国对外征税地图挂在台上，仿佛战场上的态势图，每个国家都被标上不同的税率数字。特朗普对着镜头露出招牌式笑容，仿佛在说，看，我说到做到。他曾在社交媒体自称关税人，如今果然化身关税超人，再度出山。关税大棒挥舞下去，真能解放美国吗？首先叫苦的其实是美国国内不少行业和消费者。一场涉及方方面面的冲击波迅速在全美蔓延，美国一些钢铁、铝业工人和厂商对此拍手叫好，他们早被廉价进口商品压得喘不过气，现在忽然发现竞争对手被征重税，似乎迎来了春天。例如中西部铁锈地带的钢厂老板们乐开了花，觉得特朗普终于再次雪中送炭，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有望夺回份额。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人仿佛吃了定心丸，期待工厂订单增加，加班加点赚钱。但是对于更多制造业企业来说，这记关税铁拳却打在了自己的鼻子上。汽车行业首当其冲，美国3大车企还有特斯拉都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汽车零部件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进口是家常便饭，现在每一颗螺丝钉都可能因为关税涨价。果然，关税消息公布没几天，跨国汽车巨头 Stellantis 就在美国宣布暂时裁员900人，还暂停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工厂的部分生产线，因为供应链被关税搅得运转不灵。汽车业人士哀叹，这关税不是在保护我们，而是在折腾我们。同样叫苦的还有各种依赖进口原料的制造商。美国的农机、机械、电子产品厂商往往需要从国外采购零件或基础材料，这下成本直线上升，很多企业要么消化利润，要么转嫁给客户，两头都难。更麻烦的是，美国的出口商也很快遭遇报复，市场份额岌岌可危，我们稍后细说。对于普通美国老百姓来说，这场关税雨点砸下来，体感那是相当直接。去一趟沃尔玛，你会发现货架上的中国制造玩具、电器价格涨了不少。去商场买件越南产的运动鞋，标价比上个月高出一截。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特朗普这波关税将导致美国家庭每年平均多支出2100美元。对低收入家庭来说，2100美元可能就是全年吃饭的钱，如今不得不额外交给关税。有人打趣，这等于每个美国家庭都在给财政部送一份关税红包，而钱包则在默默流血。几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发动对华贸易战时，美国家庭其实已经尝过涨价的滋味。当时的研究就发现，进口商品涨价的成本几乎全部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这一次关税范围更广，税率更高，无疑将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通货膨胀本来在2024年有所缓解，如今又可能卷土重来。高盛的经济学家警告说，新关税将使美国核心通胀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达到 3.5% 左右，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他们甚至担心美国经济将陷入滞胀泥潭，物价涨，增长停，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农民对此体会最深。特朗普的关税招招指向他国出口，美国的贸易伙伴不可能坐以待毙，必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农业往往是报复清单上的头号靶子。果不其然，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 报复关税，几乎涵盖所有美国对华出口，从大豆、玉米到牛肉、坚果，一个不落。中国原本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如今中国进口商转头订购巴西、阿根廷的粮食，美国中西部的豆农们看着堆满仓库的黄豆，心急如焚。再比如美国波本威士忌、哈雷摩托车这些极富象征性的美国产品也被欧洲列入报复清单。肯塔基的酿酒商和威斯康星的摩托工人一觉醒来，发现欧洲订单没了影。许多农场主抱怨，我们辛辛苦苦种地，却成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他们还记得上一次贸易战中农产品滞销，不得不靠政府纾困支票过日子的苦涩。如今历史又要重演，怎能不痛心？当今全球供应链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特朗普这一系列关税如同向精密运转的机器里扔进一把扳手，直接导致供应链的混乱和重组。短期内，企业为了避税，可能会紧急调整供货渠道，比如把部分订单从被加征高关税的国家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但问题是，特朗普几乎对所有国家都征了至少 10% 的税。过去常见的绕道第三国避税法现在也难奏效，很多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更极端的应对措施，加速把生产线搬回美国。这听起来正中特朗普下怀，制造业回流嘛。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搬回美国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和投入，而且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在过渡期内，不少企业只能选择缩减业务，裁员保命。我们已经看到汽车行业开始出现裁员潮，其他行业如零售、物流可能也难幸免。美国产业链上下游仿佛置身迷雾，不知道该继续进口原料生产，还是等待政策变化再做决定。商业投资的不确定性直线上升，一些计划中的扩产、并购纷纷按下暂停键。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对关税政策大为不满，发表声明称这是变相增税，最终会损害美国就业。甚至连共和党内部也有议员公开质疑，这样大范围的关税是否会杀敌1000，自损800。在政治层面，特朗普的关税大冒险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的讨论与分歧。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一些产业工人、民粹主义者坚决拥护他的做法，认为总算有个总统为他们出了口气，让中国等占便宜者难受去。但也有不少保守派经济学者和商界人士担忧长期后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大多抨击这波关税是鲁莽而自毁的，他们甚至尝试通过立法限制总统的征税权利。不过，由于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挡下了提案，特朗普得以继续用紧急状态之名独揽关税大权。在野的民主党人只好喊话，这其实是在向美国人自己征税。然而特朗普一意孤行，似乎笃定选民会买他的账，把当前的阵痛视为未来更大收益的必要代价。2025年美国经济走向如何，俨然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赌局。特朗普的关税铁拳不仅砸疼了自己人，也在全世界引发了连锁反应。昔日盟友和对手此刻站在同一战壕里，对美国的新关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愤怒。各国纷纷亮出反制措施，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塑，宛如进入了一个你来我往的关税战时代。作为特朗普最主要的关税瞄准对象，中国的回应毫不含糊。就在美方宣布对等关税的2天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火速出台反制公告，自2025年4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税率基础上额外加征 34% 关税。换言之，美国大部分对华出口产品的关税将翻倍甚至3倍。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接连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美方措施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为。中国外长更是在国际场合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无理加征关税，中方将奉陪到底，必要时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中国的反击清单涵盖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令美国出口商啧舌。波音公司的飞机、美国的大豆和玉米、牛肉和猪肉、汽车和半导体，几乎所有主要行业无一幸免。更有媒体报道，中国正在评估限制对美出口关键矿产，比如稀土元素的可能性，以掐住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命门。虽然中国官方尚未宣布此类极端举措，但单是这个风声就足以让美国电子和军工企业如坐针毡。北京还在积极与欧盟等国协调立场，显露出联合其他受影响经济体共同抗美的姿态。可以说，美中贸易战已经从摩擦升级为全面对抗，世界前2大经济体的经济脱钩风险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采取的 34% 报复关税数字并非随意而为，有分析指出，这恰好对应美国对华对等关税的力度，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同时，中国也宣布了一些豁免安排，比如对4月10日前已从美国起运且在5月13日前抵达中国口岸的货物，不追溯加征额外关税。这表明中方在强硬回应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给贸易留出一点缓冲余地。不过长期来看，中美双方如果互不让步，这个 34% 关税可能只是开始，
未来还可能此起彼伏，加码报复。两国关系紧张，态势也从贸易蔓延到金融、科技等更广领域，全球投资者为之提心吊胆。特朗普把欧洲盟友也拉进了关税战场，各国顿时捏成一股绳，准备共同抵御这场风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公开表示，我们不会对美方的不友好举措视而不见。欧盟已经准备了一份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清单，将在必要时加征关税作为回应。清单据称包括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产品、科技产品等多个门类，目标直指美国出口的薄弱环节。同时，欧盟也在寻求通过对话避免局面。冯德莱恩强调，欧盟仍希望和美国谈判，如果谈判破裂，才会启动关税报复。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美国关税箭在弦上时，欧盟就主动示好提出降低汽车关税，愿意把欧盟对进口汽车，包括美国汽车的关税从 10% 降到接近美国对进口欧盟车 2.5% 的水平，以化解特朗普的不满。这相当于欧盟做出重大让步，希望换取美方悬崖勒马。然而特朗普并不满足于此，依然对欧洲祭出高额关税。欧盟内部对此颇为失望，觉得好意被当成软弱，于是强硬路线开始抬头。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一致同意必须回击，以维护欧洲利益和规则。波兰总理甚至直言，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场完全不必要且愚蠢的关税战。欧洲各界也担心关税战会冲击脆弱的经济复苏。欧洲央行估算，如果美国对欧盟输出的产品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欧元区第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被拉低 0.3 到 0.5 个百分点，可谓雪上加霜。为此，欧盟一方面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起诉讼，指控美方违反多边规则；另一方面积极联系包括中国、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受影响国，探讨建立临时联盟，共同向美国施压。可以说，在特朗普这一波操作下，跨大西洋盟友关系正经历严峻考验，甚至出现敌友难分的微妙局面。对于毗邻而居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特朗普的关税动作既突然又危险。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多年来仰赖自由贸易渠道，如今美国的大门说关就关，简直是在割自己的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即谴责美方此举不可接受，并迅速宣布对价值207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加拿大的报复清单针对性极强，选取了许多美国具有象征性或对加拿大重要的出口，例如美国产的葡萄酒、橙汁、番茄酱、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商品不少来自共和党票仓州，显然渥太华也是有的放矢，希望美国国内利益受损群体向白宫施压。墨西哥方面，总统府最初也是又惊又怒，外交部严正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墨西哥的正当权益，并暗示考虑对美农产品和工业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然而与加拿大略有不同的是，墨西哥政府同时选择与华盛顿密集磋商，试图化解危机。究其原因，墨西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甚于加拿大，一旦美墨贸易关系崩盘，墨西哥经济将元气大伤。于是墨西哥采取了怀柔策略，一边准备关税反制方案备用，一边在外交上表现出合作态度。特朗普透露，他与墨西哥总统通了电话，对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严控边境，避免关税大战。墨西哥方面虽否认完全妥协，但的确加派军警打击非法越境和毒品走私，以向美国示好。最终，在4月初，特朗普全面铺开对等关税政策时，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了部分豁免，凡是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暂不额外加税。这等于给两国留出一条后路，只要贸易遵循协定框架，符合美国标准，就还能享受零关税待遇。鉴于北美供应链的紧密联系，这个豁免多少缓解了美加墨三方的经济震荡，也因此加拿大和墨西哥暂时没有升级报复，转而将争端放到 USMCA 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和 WTO 去处理。尽管一场三国贸易战暂时偃旗息鼓，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对华盛顿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开始更积极地寻求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除了上述大国，其他许多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在忙着应对这场关税风暴。日本政府选择了斗智不斗力的策略。一方面，日本对美国加征关税表示遗憾和担忧，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日本暗地里积极游说美方，希望能获得和北美相似的豁免待遇。东京派出高层官员赴华盛顿斡旋，并暗示愿购买更多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平息特朗普的不满。同时，日本准备好如果谈判无果，就向 WTO 申诉，寻求多边仲裁。鉴于日美安全同盟的重要性，日本言辞上依然克制，没有像中欧那样直言对抗，而是尽量给特朗普留足面子。不过，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调整策略，加速把对美出口转移到美国本土生产，以规避关税冲击。韩国的处境和日本类似，也被美国加税 25%。首尔方面既愤怒又无奈。1年前美韩双方刚更新了双边自贸协议，没想到现在美国翻脸加税。韩国政府一边提出外交抗议，一边研究报复措施，比如对美国出口的化学品、农产品征税等。但韩国更担心的是自身出口产业的前景，比如三星、LG 这样的电子巨头对美出口电视、洗衣机等产品都将面临涨价，失去竞争力。韩国舆论对美国此举反弹强烈，有人呼吁韩国应联合欧盟、日本一起对美强硬反制。与此同时，韩国也把眼光投向别处，加紧推进与欧盟、中国的贸易合作，以减少对美依存，并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打造后美国时代的市场网络。英国则处境尴尬，脱欧后本想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特朗普这一手先收了英国 10% 的入场费。伦敦最初扬言将对美国部分商品征税报复，但考虑再三，又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英国商务大臣甚至放出话来，英国愿意充当美欧之间的调停人，促成双方降低关税壁垒。然而在美国眼里，英国如今只是单打独斗的中等经济体，优先级并不高。最终英国选择暂缓直接报复，试图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比如提出进一步开放英国市场，让美国农产品和金融服务进入，以换取美方降低对英国商品的关税。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英国国内有批评声音，认为政府过于软弱，但也有人指出，以英国对美贸易的体量，硬碰硬没有好处。可以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全球盟友变成怨侣，大家表面客套，内心皆憋着一股气。许多国家在愤怒之余，也开始反思对策，要么联手抗美，要么另起炉灶，搞自己的贸易圈子。最近，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就加紧和欧洲、中国推动多年未决的自由贸易协定，希望在美国缺位的时候扩展自己的贸易版图。这种抱团取暖、自谋出路的趋势，正是对美国单边关税的一种反制。世界不会等美国，大家会寻找新的伙伴，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长此以往，美国可能反而失去对全球贸易的主导权。面对特朗普掀起的关税巨浪，全球经济学家和智库几乎齐刷刷发出了警报声。在他们看来，这剂所谓关税解放的猛药，其副作用可能远超预期，甚至让美国自己也难以承受。国际投行高盛的分析报告直言，特朗普关税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高盛预估，关税上调将推高美国的通胀和失业率，阻碍经济增长，同时增加经济衰退的风险。他们将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从 20% 上调到了 35%。 报告指出，如果关税全面实施，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 0.5 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会上升约 0.3 个百分点。这意味什么？意味着美国可能陷入高通胀但低增长的困境，也就是70年代那种滞胀重现。当年美国为摆脱滞胀付出了极大代价，如今却有重蹈覆辙之余。一些经济学家更将特朗普的举措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案相提并论。那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实行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引发了全球各国报复，被认为加剧了经济崩溃。如今特朗普的关税规模虽然不同于当年，但媒体已称之为
自1930年代以来美国最重大的贸易保护行动。耶鲁大学预算研究团队测算的2100美元家庭负担也一再被引用，说明消费者将为此买单。有评论戏言，特朗普号称要让外国出钱给美国人交税，但实际上美国老百姓才是埋单的那个人。许多贸易专家对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理论提出质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干脆批评道，这种算法在数学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如果真用关税收入去替代美国国内税收，特朗普一度吹嘘过要用关税把国内所得税都取代，那需要征收到天文数字般的进口税款，而那根本不现实。比较务实的经济学家则指出，特朗普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贸易逆差不一定是坏事，更不是都是因为对方作弊导致的。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有宏观经济原因，比如储蓄和投资失衡，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角色。简单用关税去抹平逆差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只会引起新的失衡。更严重的是，特朗普这套关税打法破坏了全球多币体系的规矩。过去美国也经常和别国有贸易纠纷，但通常是在 WTO 框架下解决，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现在美国挥起大棒，不爽就砍，等于是抛弃了规则。哈佛大学的一位贸易教授警告说，如果人人都学美国这样，国际贸易将陷入混乱无序。WTO 前总干事阿泽维多也委婉表示，对美国的做法深感忧虑，担心多边贸易体制受损。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短期来看，特朗普的关税确实会减少美国的进口额，改善贸易账面数字，但长期可能得不偿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有报告指出，大规模关税最终会促使贸易伙伴加速去美国化，也就是绕开美国搞贸易圈，或者降低对美元的依赖。这一点已经在发生。欧盟和亚洲一些国家在讨论用本币或欧元结算部分贸易，以减少在美元体系下受制于人的程度。甚至传统盟友日本、欧盟都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产生戒心，投入别国怀抱。举个例子，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近年来加强同欧洲、中国的经贸合作，他们担心美国市场不稳定，干脆把鸡蛋多放几个篮子。长远看，美国关税政策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的重组。另一方面，特朗普寄望的制造业回流也未必赢得了专家认同。麻省理工的一位制造业研究专家指出，企业选址考虑的是综合成本和市场，关税只是其中一部分。美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高企，供应链也不如亚洲集聚，光靠关税壁垒难以让大批企业心甘情愿搬国，除非配套以更多激励措施，比如拜登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否则关税只会驱动企业在其他低成本国家之间转移，而不会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换言之，越南被加税，可能生产转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再被加税，还有印度、印尼。世界这么大，总有地方干得起。而美国消费者则要持续承担更高价格，却未必换来同等数量的好工作。当然，也有少数对特朗普政策持肯定态度的鹰派学者，他们认为过去的全球化让美国工人吃亏太久了，现在阵痛虽有，但有利于逼出一个新的公平格局。这些人相信其他国家最终会向美国让步，降低各自的关税和补贴，从而使贸易环境对美国更有利。但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从目前各国反应看，大家更可能是针锋相对，而非乖乖让步。美国此举或许打开的是潘多拉盒子，而非谈判之门。何况，即便迫使部分国家让步，美国自身也已经元气大伤。这是否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前景并不乐观。贸易战的隆隆战鼓敲响，也在金融市场掀起惊涛骇浪。种种经济指标迅速做出反应，仿佛是这场政策实验的第一批打分者。美国股市素来对政策风吹草动敏感，这回也不例外。4月初，关税消息一出，纽约股市应跌。2025年4月3日当天，标普500指数下跌近 5%， 创下自2020年疫情高峰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重挫 6%。 投资者惊恐地意识到，全球两大经济体正走向正面交锋，供应链和成本的压力将拖累企业盈利。苹果、
波音、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的股价首当其冲，纷纷滑落。前者因为 iPhone 主要产自中国，后两者则因其产品在中国和欧洲市场可能遇冷。不仅美股，全球股市都经历了连环震荡。欧洲主要指数在特朗普宣布关税后连续下挫，法兰克福和巴黎股市周跌幅都超过 4%。投资者担心欧洲出口型企业，尤其是德法汽车厂商，在美国市场受挫。亚洲市场同样惨烈，东京日经指数下跌，因为日本制造业对美出口占比高。香港和上海股市也出现动荡，贸易战阴云笼罩经济前景。不过，股市的反应也并非单边下跌。在最初的恐慌过后，市场开始揣测特朗普出招背后的用意。如果各国妥协，贸易摩擦缓和，股市又可能迅速反弹。因此我们看到，一旦有任何谈判风声，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语气有所软化，股指便略有回升。总体而言，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高波动状态，投资者情绪如同坐过山车一般，避险资金一度涌向美债和黄金，但由于美元走强，黄金价格也出现反复。关税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复杂而微妙，短期内，贸易战令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很多资金涌入美国国债等资产，被视为对冲风险的港湾，这推动美元升值。美元指数在4月上旬一度创下近半年新高。从表面看，美元走强似乎显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有信心，然而实际原因是避险情绪和美联储可能收紧政策以对抗通胀。美元升值对于特朗普的贸易平衡目标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会让美国出口更贵，进口更便宜，反而扩大贸易逆差，与关税的初衷背道而驰。可以说，美元作为双刃剑，在贸易战中让局面更为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施压也导致一些国家的货币出现贬值压力，尤其是中国。当美国对华商品大幅加税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走弱，中国可能允许人民币适度贬值，以部分抵消关税对其出口商的冲击。同样地，欧元、日元在贸易战初期也出现一定程度贬值。这种他国货币走软，美元走强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削弱了关税的有效性。别国通过汇率调整重新获得价格优势，而美国进口成本的下降又抵消了部分关税壁垒。特朗普对此当然恼火，他多次指责他国汇率操纵，声称会酌情考虑汇率因素，但汇市风云变幻，从来不是人力能完全掌控。长期来看，如果美国执意通过关税搞单边主义，其他国家也可能逐步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近期不少石油出口国和大买家商谈以本币或第三方货币结算石油贸易，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不信任投票。如果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被削弱，美国将失去任性印钞的特权，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但特朗普关税政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税负，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中去，因此这场关税战其实也是一场通胀战。在美国，进口商品涨价将直接推高物价指数。高盛已经调高了对美国通胀的预测，认为新的关税可能使2025年的核心通胀率比原先预期高出 0.5个百分点。而美联储面对通胀压力，很可能被迫保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加息。这又会遏制投资和消费，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让经济面临滞胀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美国作为主要消费国提高关税，会改变国际商品流向，一些原本卖到美国的货现在转卖别处，可能造成局部供过于求，压低价格。另一些美国急需但受限的商品，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短缺，抬高价格。比如，美国限制从中国进口某些电子元件，美国厂商只能转向成本更高的替代来源，结果成品价格上升。而中国对于美国农产品加税，则造成中国国内大豆、猪肉供应偏紧，推升食品价格，对中国自身通胀也带来压力。欧盟如果对美飞机、农产品报复，则欧洲航空业、食品业成本也会上扬。可见，各国报复措施也是双刃剑，很可能拉动本国物价一起上涨。有趣的是，
国际油价在关税消息出炉后反而下降了，因为市场预期贸易战打击全球经济活力，会减少能源需求。这再次说明，贸易战对通胀的影响并非统一，它既可能直接抬高某些消费品价格，又可能通过压低需求来打击大宗商品价格。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错综复杂的影响无疑增加了决策难度。一旦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陷入彼此加征关税、经济减速的怪圈，那么很可能出现全球总需求下降。如果需求降幅超过供给收缩幅度，某些领域还可能出现通缩压力。但眼下来看，食品和消费品领域的涨价已经很明显，而能源等受到经济放缓影响的领域价格下跌能否持续，还要看贸易战的烈度。除了股汇市和物价，其他经济指标也在隐隐透露出关税战的含义。例如，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在4月出现下滑迹象，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尤为疲软。企业高管普遍反映国际订单减少，不确定性增加，这是典型的贸易摩擦副作用。国际贸易量指标也可能在2025年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世界银行预测，如果美国 10% 全面关税及各国报复全面铺开，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 2.4% 左右，比正常预期低了约 0.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相当于全球损失了数千亿美元的产出。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指数 VIX 自关税战打响后保持高位，这表明投资者对未来的方向非常不安。企业资本支出指标亦在走弱，因为没有老板愿意在局势不明朗时大笔投资新项目。跨境投资方面，有初步数据表明，一些计划进入美国的外资在观望甚至暂缓，这与特朗普希望吸引投资制造业的初衷形成讽刺对比。相反，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些资金开始流向对关税不敏感的领域，比如本地服务业或那些纯内需型公司股票，体现一种风险重新定价。总之，从华尔街到主街，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各类经济指标正在为这场关税战埋单。美元汇率的波动、通胀压力的上升、股市的跌宕，这些都在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神经，也在暗暗计时。贸易战的代价正在累积，拖延一天成本都更高。特朗普此番关税重拳，不禁让人想起他第一任期的贸易战，以及继任总统拜登时期截然不同的风格。这3种不同的贸易路线交织出美国贸易政策的过山车轨迹。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反差。特朗普2018到2019年的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加征关税最高 25%， 覆盖约一半中国产品，以及对钢铝等特定行业征税。当时他对盟友多少还留了手，比如与欧盟达成暂时停火协议，没有对欧洲汽车加税，对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铝也很快豁免。而2025年的特朗普火力全开， 10% 的入场券加上国别额外税率，几乎全世界都被扫射一遍，这是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拜登执政时期则几乎没有新增关税动作，相反，试图修复与盟友的贸易关系。例如，拜登取消了对欧盟、英国的钢铝关税，用配额替代，并冻结了欧美航空补贴争端的互征关税。他也没有进一步提高对华关税，即使在政治压力下，也只是维持原状而已。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版图远比第一任期或拜登时期庞大。拜登政府强调联合盟友，用多边方式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他们推动了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共同制定对华战略，还试图通过世贸组织及 G7 等平台协调政策。拜登本人也在推进新的区域合作框架，比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 虽然没有关税优惠，但旨在团结亚洲盟友。然而，特朗普的思路一贯是美国单挑全世界，他觉得多边谈判耗时费力，盟友也靠不住，不如美国单方面施压来的有效。因此，他宁愿以违反 WTO 规则为代价，直接挥关税，大棒逼对方就范。这造成的结果是，拜登时期，美国重回国际规则主导地位，拉伙伴一起来对付中国，而特朗普则搞得连盟友都成了被打击对象，甚至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美国。这种国际关系角色的对比堪称戏剧性。
拜登政府应对产业和竞争问题，更多使用的是政府投资和补贴等胡萝卜手段。比如，为重振半导体制造，拜登推出芯片法案，砸数百亿美元补贴在美建厂；为发展绿色能源和电动车，又有通胀削减法案，提供巨额税收优惠，吸引相关企业到美国生产。这些政策的本质是用财政手段增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虽然欧洲批评 IRA 有贸易保护色彩，但至少它不是直接针对外国商品的关税壁垒，而特朗普则几乎把全部筹码压在关税这一根大棒上，认为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就能逼企业回流，减小逆差。在他执政的前2年，没有大的产业补贴计划或基础建设计划出台，政策几乎就是关税一种工具走天下。拜登和特朗普两条路线体现出美国内部对如何保持经济优势的不同思路，一个是提升自己，一个是压制对手，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历史检验。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拜登选择的是联合盟友家维持部分压力的混合策略。他维持了对华关税作为筹码，但并未加码，而且数次考虑取消部分消费品关税以减轻美国通胀，虽因政治原因未实行。同时，拜登政府重点限制中国高科技，例如对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出口实施严格管制，并拉拢荷兰、日本一起限制对华芯片输出。这表明拜登更注重在技术领域打击中国崛起，而特朗普还是沿用传统贸易手段，瞄准的是贸易不平衡本身。他在竞选时甚至扬言对中国商品课征高达 60% 的关税，封杀中国制造，这和拜登的方法大相径庭。结果就是，拜登时期中美贸易总体保持了相对稳定，尽管政治上很紧张，但经贸联系未进一步恶化。而特朗普一上来就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新低点。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结果并没有明显赢到什么，对华贸易逆差在2019年稍有缩小，但2020年受疫情影响剧烈波动，2021年后又创新高。许多制造业并未大规模回流，只是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反而更高。美国农民得到一个采购协议，换来中国增加采购，但那些承诺采购额最终也没完全兑现。而拜登执政后，虽然降低了与盟友的贸易紧张，但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甚至比特朗普还严厉，只是方式不同，不靠关税而靠技术禁运。可以说，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在过去并未证明是成功的，除非把重新谈判了个 USMCA 当成胜利，但那也成本高昂。这一回，他更大的重复思维，成效更加存疑。反之，拜登着力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的做法，至少在半导体等行业吸引了一些投资，见到了一些工厂开工动土。这也许无法立刻改变贸易逆差，但长期可能增强美国制造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之所以敢大刀阔斧地争辩全球关税，也反映了美国近年政治风向的变化。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强硬上逐渐形成共识，只是手段不同。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的质疑也上升，许多人认同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怪全球化。拜登虽然不用关税，但也提出对中国的战略耐心已经耗尽，以及在关键产业上与中国脱钩等强硬话语。只不过他采取的动作相对温和，有步骤，而特朗普则迎合了贸易民族主义最直接的情绪，用简洁粗暴的方式宣泄不满。两个政府一松一紧，仿佛美国贸易政策的钟摆在来回摇摆。这种摇摆本身也增加了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无所适从。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内部也酝酿过改革，想限制总统滥用关税权，比如恢复国会在贸易上的部分权利，但这些想法在特朗普强势回归后已被打消。国会山的共和党议员如今大多站在特朗普一边，少数反对关税的声音显得微弱。特朗普善用的法律工具，如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仍然有效，他也再次充分利用了这些灰色空间。而拜登在任时并没有滥用这些权限，更多遵循了程序和联盟精神。因此，在体制上，两届政府对总统贸易权力的使用形成鲜明对照。拜登修复了上一任期与盟友的创伤，但下一任又把它撕开甚至扩大了。综合来看，
特朗普新关税政策相当于是2018年贸易战的 2.0 版本，规模和冲击都放大了，而拜登过去几年建立的脆弱平衡正被打破，世界不得不再一次适应美国政策的大幅转向。当硝烟四起，争议不断之际，我们不禁要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特朗普挥出的这记关税铁拳究竟能否如他所愿，解放美国经济，还是最终变成自毁长城的一拳？答案也许并不简单。支持特朗普的人会说，这一拳砸碎了旧格局，让那些长期让美国吃亏的贸易伙伴清醒过来。或许经过这场痛苦博弈，未来外国对美国的关税壁垒会降低，投资美国的诱因会增加，美国制造业会得到重生。他们将特朗普比作当年拆除柏林墙的勇士，只不过这次他拆的是阻碍美国公平贸易的高墙。一旦高墙倒塌，美国将重新迎来繁荣。自由女神像都仿佛要为此高举火炬喝彩，但反对者则认为，特朗普这一拳看似击中了别人，实则重创了自己。美国经济就像一座精心构筑的城堡，纵然有一些问题，但基础稳固。然而特朗普挥舞关税大锤，竟不惜拆毁自己城墙的一角，来砸向外敌。城墙一旦破损，风雨将率先灌入自己的堡垒，盟友疏远，供应链断裂，物价飞涨，这些后坐力每一样都在吞噬美国自身的利益。正所谓杀敌1000，自损800，短期内美国蒙受的痛苦恐怕不会比竞争对手少。现实的图景是，在特朗普豪赌式的政策下，美国和世界经济都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贸易战短期难言胜负，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各国企业忙于适应新规则，调整战略，各国政府也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美国国内的工人和农民也在观望，是该鼓掌庆祝未来的工作机会，还是开始储蓄以防经济寒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贸易争端往往以谈判妥协收场，而不是一方彻底压垮另一方。或许特朗普也明白这一点，他在社交媒体上放话说，愿意与那些有诚意的国家谈判，关税税率不是最终上限，暗示自己留有余地。美国财政部长也出面安抚各国，表示如果对方降低对美关税和壁垒，美方可以考虑调降新关税。这似乎预示着这场关税大战还有转圜可能，它既可能偃旗息鼓于谈判桌，也可能持续拉锯多年。无论结果如何，当下的局面已经让全球贸易体系改观，各国更加警惕供应链安全和贸易多元化，企业更加注重分散市场和产地。这场由特朗普引爆的关税海啸，让世界明白，过去习以为常的自由贸易环境一去不复返，一种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摸索形成，可能更加区域化，更多保护壁垒，也更加注重博弈平衡。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回望特朗普的关税铁拳，不禁感慨其中的矛盾与戏剧性。他挥出时雄心万丈，要替美国复仇雪耻，但落下时却可能伤人伤己，代价沉重。关税铁拳是双刃之剑，它究竟砸碎的是敌人的壁垒，还是壮烈了美国自身的基石？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历史的镜中缓缓浮现。